Hello，大家好啊，我是小甘。今天又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开箱环节。这一次开箱的这两个产品与我们以往的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的这两个产品全部都是客户的，不是我们店里面的样品，也不是我自己的。因为这两个型号全部都是超级限量版。第一个是这个 Final 的 A8000 50周年，全球限量的话是100个。然后这一支的话，我更愿意称它是空气耳机，因为这个是 Noble 10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而这一款耳机我们原生态的一个配额也仅仅只有2个。其实这一支已经到我们店里面大概到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客户因为一直人在国外出差，没有回来，最近要过年了嘛，回来把这个耳机终于算是提走了。然后应我这位兄弟的要求，帮他把这2只耳机全部给他打开，看看里面的编号是什么。因为现在的品牌啊，我看来都有点学坏了，因为他们在包装上面他不会告诉你这个耳机的编号是多少。比如说像这一只你限量100个，那编号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出来的，这一只也是的。现在这个套路已经有越来越多品牌在跟进了。如果说您对于数字比较在意的话，那这个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的，因为真的是不知道它的编号是多少。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这2个产品除了都是超级限量款以外，其实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开过箱。比如说像这支 A8000，可能我们还有少量库存吧，大概也就不到1只手能数得过来了。而这一支 Noble 的编年史，我从头到尾我就没见过真机，就是这么夸张。好，我们开始拆。咱们这一期开箱简单的聊一聊，希望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首先，我先来拆这个。这个的话，它里面是有一个小便当盒的一个概念的。这个我之前有见过其他客户就是开箱分享，就是一个日式的那种便当盒。这个 A8000 50周年的设计和铁三角的 W2022是如出一辙的，都是这种设计。然后这里面有一封感谢信，应该是感谢信啊。我这位朋友的编号是这个81号。感谢信呢？我记得之前在这个不瞒大家说，就是我也看不懂是啥，有点草书那味儿，更多的像是中文的草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耳机本体。这次这个 A8000 的这个耳机本体啊，它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耳机本体拆开来之后，如果我不跟您说这是一个新耳机的话，您绝对会认为它是一只二手货，因为它表面的这个处理啊，它是用了一种非常传统的制作工艺。这个工艺的名字也非常复杂，叫做什么金银箔镶花的一种工艺。那关于这点我知道的就是它确实很古老，而且需要人手工的去装配。等一下打开给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里有一个咱们中国传统的类似于像中国结的一个图案，这个图案的话其实在 Acouston 的 HS2000 系列当中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也算是比较有心的了。然后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个草书，写的啥不瞒大家说有点看不懂。这个木头是桐木的，表面这里 Final 有一个烫金的一个工艺，木头的话挺轻的。然后这里有一个皮革的盒子，耳机和线材都在这个里面。打开大家一看就明白我前面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像是二手的了，对吧？它这个工艺啊，因为是人手工一片一片去进行处理的，所以说每一只 A8000 50周年表面的这个花纹它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耳机的里面就是对着我们耳朵这一块的这个部分是有点一言难尽，为什么呢？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出来啊，就是表面全部都是划痕，是的，就是这么夸张。然后里面可以看到型号 Final A8000， 它这个耳机在里面它是一个分体的一个形式的。我们把耳机拿出来，然后线材还有一个线夹，这个线夹大家别弄丢了啊，因为这个耳机啊它拆装非常的紧，因为它的这个接口设计，所以我们在拔出的时候需要借助这个线夹来进行一个辅助。等一下我会演示给大家看一看的。这个线也有点花头的，叫做什么 Type X 的，这个线也是之前的那个润公社给他们提供的，也算是金线的一种变体吧。金线这个线材是 Final 很多耳机里面标配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传输速度极快，一般是应用在那个超级计算机里面的。
但是 Final 就是发现了这个线材似乎应用在音频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所以把这个线逐步的就是在 Final 的耳机当中运用，比如说像 E5000啊、A8000啊，还有 D8000 Pro 等等都是的。D8000 Pro 配备的那个叫做大金线，就是它很粗很粗。注意这里的金不是黄金的金啊，是我们北京的金、南京的金，是这个金线。然后E5000配备的也是金线，E5000是还非常神奇的，它的一个售价是1600-1700，但是配的那根线要1400-500。那说到这里，大家想必就明白了，可以理解为就是买线送耳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E5000配的那根线，它只有3.5的，它没有配4.4的，4.4的是需要单独买的。而这一次的这个 Type X 的话，它直接标配的就是4.4的，这一点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里插入。左右看一下，它这一次它这个插头它没有用红蓝来进行区分，我认为不太好，因为它耳机母座是有红色和黑色的。第一次插入的时候会比较的紧，大家可以听到这一声声音了。如果说大家要更换的时候啊，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受力点非常的不好，用这个辅助夹去夹一下，完成，就是这么简单。好，然后这里的话，这个一共是有，看一下，1、2、3、4、5、6、7、8对滤网。滤网的话是用于进行这个替换的，就是耳机的滤网，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沾上我们的耳垢啊之类的，用这个替换滤网去对它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了。下面这里有耳套，耳套的话，这个配置有点寒酸啊，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周年纪念款，就50周年纪念，它出的这个耳套只有5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认为给点新款的 ForceNG 之类的那也可以，对吧？结果只给了5对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更换的。不知不觉啊 ，Final 都走了50年了。其实 Final 这个品牌它之前是做，比如说像音箱，还有黑胶相关的一些产品的，然后慢慢的才转型到如今就是以耳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不能说是好是坏，因为音响生意真的是蛮难做的。而 Final 的话，我认为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就是音频企业来形容它。Final 它不仅仅是在做一个音频产品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在将人文、艺术，还有自己对于音色的追求，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了最终的一款产品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出的 S4000啊、S5000啊，包括这一次的 A8000 50周年，都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感性。如果要选一个将科技与美感结合的比较到位的品牌的话，那么我相信 Final 一定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存在。比如说像 Lab 2，就是那个太液壶，还有那个金叶壶，这些产品都是如雷贯耳的一个存在。只是时过境迁，这些产品再也买不到了。其中太液壶的那个生产啊，是我听到过的所有能便携的耳塞里面生产最大的。是的，它没有之一，它就是最大的。但是现在 Lab 2这个耳机也很少见到了，因为这个耳机它生产是大，但是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您戴着您没办法出门用的，因为它完全不隔音，就是外面人说话您会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可能走3步耳机就往下面掉。它不是绕耳配的，它是直接塞的，并且没有硅胶套的辅助。所以 Lab 2这款耳塞，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剑走偏锋的产品。而这一次的这个 A8000 50周年，我认为它是向我们所谓的实用化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至少它能够挂得住的，而且佩戴感还挺好的。对吧？因为它弄圈的嘛，所以它的一个佩戴感不会特别差的。之前的一代，也就是 A8000的那个不锈钢版本，我认为佩戴做的也不错，除了冬天有点冰耳朵啊，北方的朋友适当注意一下。然后第二款限量款是 Final 做的那个丝竹，它表面是有那个人形的图案的，还配了一根升级线。但是那个丝竹相对于 A8000，我认为换汤不换药吧。而这一次的这个50周年，它因为是进行了一个重新调音了，我认为它的一个声音表现与以往的 A8000 已经没有太大的缘分了。如果说您受不了 A8000 初代那个有点炸毛的高频，以及那个低频好像只到你的眼前一样，它沉不下去的那种质感的话，那换到这一代，我认为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改观，因为它的声音密度比起初版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了，然后人声的口型也完整了很多，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声音没有那么刺激了，没有那么寒冷，没有那么不可近人了。这一代的话是把这些我认为的遗憾啊给它抹掉了。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说，哦，我就喜欢这种有点刺激、有点炸毛的感觉，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所以如果说从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这款 A8000 50周年是不是就显得不是那么的 Final 了呢？
我认为答案不是的，因为 A8050周年这一款耳机，它在人声口型圆润度的处理上，我认为是有 Final 的底子在的，就像之前的银子弹、金叶狐，还有 Neve 2的那种人声的那种质感，在 A8050周年上面是依然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把 Final 一直以来的这个调音理念保存下来、延续下来，并且运用起来的一个典范，就是这一支 A8050周年了。这一支50周年我们还有少量的库存啊，大家如果说心动的话，对吧？这是人家的，我得给人家收好。接下来开的这个，我是一次开箱都没开过。Noble 的10周年编年史。其实我对于 Noble 是有一点点意见的，因为老早之前的就是那个大马士革嘛，叫做大围巾，那个的话也是数量很少，但是我们原生态至少还分到一点货，对吧？这一次的话分到的货比较少。不管了。看到这个，首先第一句话想到的就是我可以不用再说 Noble 这个祖传配件了。这个包首先我之前就从未见过。好，下面不用管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因为这一只耳机我们俗称叫空气耳机，就是你只是听说过，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或者说听过，这一只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了。所以对于这一款耳机的一些配置啊、资料啊，我也是知之甚少，因为根本等不到说啊，它能够1、2、3、4的，就是按部就班，先产品先发新闻稿，然后发配置，然后找 KOL 写文，然后上市，然后造势，对吧？它没有这些步骤，它因为数量特别少，所以它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东西，写在脸上的只有2个字：打钱，就这么完了。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能够用手慢无来形容的。线好像2014到2024，客观来讲啊，这个线我觉得还是可以换一下，毕竟这个价位的耳机，这个耳机是51800，刚刚那个 Final A8050周年是22800，所以这个线我认为应该配得更具备诚意一些吧。但是这个线拿在手上这个质感，我认为不是特别优秀的。时间到现在2025年，这种就是用很多股去编，拿在手上轻飘飘的这种质感，已经不是我们烧友所认可的一种方式了。因为你太粗的话，它会影响你的这个佩戴感嘛。而且线材大家记住，不是越粗越好，也不是说8星就一定比4星要好听，没有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在很多时候，就耳塞而言啊，就是4星的这个声音反而会比8星要来得好。这个因为我自己折腾过一些线，就是把它拆开之后再编一块，绝对是血的教训。耳机套子还是祖传的嘛，这个没有问题。耳机表面这个颜色怎么讲呢？紫色、蓝色加奇奇怪怪的一些颜色，表面有一个 Noble 这个皇冠图案，然后这里是0.78的一个接口，我试一下松紧。还可以的，这个松紧程度。0.78，我最怕的就是这个耳机掉地铁上。我注意到它上下盖的这个纹路啊是不对齐的，这个如果说您是强迫症的话，要适当注意一下的。不过好像他们家那个 Prestige 也是不对齐的。之前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缝有点大，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像是有一点。这些都是常规配件，只有一个这个卡片在这里，看一看。53号，一共是限量118条，还有一盒耳套，这个小盒还可以，有一说一，这个盒子设计的还蛮好的，擦拭布，一堆套子。大家经常会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一个耳机标配海绵套的话，比如说像那个 Campfire 的耳机啊，或者说其他品牌的话，您收到的这个海绵往往会有点参差不齐，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因为您看啊，就哪怕5万多的耳机，它配的这个海绵套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海绵套全部都是第三方采购的，而海绵这个材料它不像硅胶，硅胶是可以铸模的，海绵这个材料它很难保证就是说完完全全一致的，这个不太可能。反正它塞到我们耳朵里面嘛，它也不影响使用，这个希望大家理解一下。除此以外，就再无其他配件了。那关于这一副耳机的听感我就不讲了，原因非常简单啊，我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听到过这个耳机，这是其一。其二是5万多的耳机，我认为我听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也不可能买，而且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讲过嘛，
就是编年史，还有之前的那个大围巾。如果说您用播放器去直推的话，它的声音会表现的相对的平，也就是说声音缺乏一些起伏，没有动态。然后这个朋友就是用那个乐比的那个 EA4 去推，跟我说满意，非常满意。那对于我这么一个通勤党来说，背一个 EA4，我觉得想想这个场景都蛮恐怖的，对吧？所以这一次这副耳机我决定了不听，让我那个兄弟去听，然后再跟我讲讲这个声音怎么样。再吐槽一下啊，大家看看这个线，看到了吗？这5万多，就这都成啥样呢？虽然买这个耳机的人就是他不会纠结啊，但是我认为至少把这个细节方面还是要适当做一下吧。我这一整套都是刚刚开出来的，它就这个样子。我认为如果说您对于这方面比较在意的话，也是要适当注意一下的。4.4的 Panasonic 插头，这里还有一节热缩管。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耳机上面，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它有点破坏美感的。其实这个热缩管可以做到下面来的，因为 Panasonic 的这个4.4插头，它里面是非常非常长的。空间是绝对够用的，因为像我们 Anytech 的线材没有这么长，但是都没有留这个热缩管出来。我认为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方面来判断一个品牌或者说一个产品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做吧。虽然这个编年史的这个线材肯定不是 Noble 自己做的，也是第三方采购的。希望 Noble 这种美国品牌以后能够更加的精益求精一些，能做到像 Final 这样，一眼看上去就是给人一种诚意满满的一个作品。说到这里啊，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就是美国品牌典型的 Noble、Empire、Campfire 还有64这4个美国品牌，在包装还有这些方面都是不拘小节的一个存在。这个只能说不同地域、不同地区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看法吧。还有就是这4个品牌都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混合单元。Empire 就不说了 ，Noble 也是的。至于像那个 Campfire 也有双平板的新10，还有圈铁啊、多动铁啊等等。64也是的。如果说您反观日本品牌的话，您就会发现，就是目前日本品牌做耳塞的，像那个 JVC、索尼、铁三角，还有 Acoustic 以及 Final 这些品牌都很少去做过于复杂的单元结构。除了索尼的那个加斯 A 是一个圈铁混合的，以及铁三角的 REXE 是一个圈铁混合的以外，其他的都很少见的。比如说像 Acoustic， 它就是专门的去做动圈，像那个 JVC 也是的，就专门做动圈。唯一一个另类可能是那个 Model 的，他做的那个622也是一个平板。当然了，这里扯远了啊，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如果说对比前面我们说的美系品牌和日系品牌的话，那德系品牌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看不懂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深海塞尔和拜亚全部都是依靠单动圈打天下，一个线蓝图对吧？再加一个深海塞尔的7毫米 RE900，就没有其他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其实非常有意思，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开一期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好了，今天这个开箱就先开到这里了，东西我收回去。可能这一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特写啊，因为东西要还给人家的。A8000那个50周年，我可以问客户再去借一个，看看补一点特写，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产品。这个的话，我兄弟今天晚上就要拿走了，他也等这个产品等了几个月了，给他听一听，他明天就要回北京了。好，东西收一收，本期开箱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拜拜。